一场足以改变中国经济命运的大戏正在上演。先是财政部突然取消268种产品的出口退税，直接给外贸企业迎头痛击。紧接着，政府采购政策大转向，强制给本土企业开启了后门。更让市场惊恐的是，一个被万众期待的房地产救市新政，居然变成了一纸毫无力度的空文。短短2个月，政策接连出击，却步步走向一个令人不安的方向——内循环。为什么在2025年初，中国要如此仓促地推动这场经济大转向？背后究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忧？从最新披露的经济数据中，我们或许能找到这个让市场惊出一身冷汗的答案。开年伊始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就放了一个大招，一口气取消了268种产品的出口退税。这一举动直接重创了中国外贸企业的生存空间。根据中信证券的测算，光是这一政策，每年就要从外贸企业手里抽走1278亿元的现金流，占2023年中国外贸企业全部出口退税规模的 7.1%。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更要命的是，这次重点照顾的就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光伏和电池产业。要知道，中国光伏产业可是中国难得的世界第一，多晶硅、硅片、电池片、组件等产能的全球占比都高达 80% 以上。结果倒好，一个政策直接把整个行业打入深渊。有人说这是为了整治内卷，提高产业竞争力。但问题是，你都把人往死里整治了，这些企业还能活下来吗？数据显示，今年1季度已经有超过 30% 的光伏企业出现严重亏损，部分中小企业甚至已经停产关门。这哪里是什么产业升级，分明就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政府采购这个大蛋糕。去年12月，财政部抛出了一个震撼弹，关于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及实施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。表面上是支持国货，给本国产品 20% 的价格优惠，听起来不错是吧？但你们想过没有，2024年全国公共采购总额高达46万亿元，占 GDP 的 36%。这么大的市场，一下子给本土企业开了个大挂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把外资往外赶吗？更讽刺的是，这个所谓的本国产品定义严格到令人发指，不但要求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，连关键组件、核心技术都得是国产的。现在哪个行业不是全球化分工？就拿手机来说，芯片要靠高通、苹果，屏幕要看三星、LG 的脸色，连最基础的电容、电阻都要靠日本企业供应。你这么一刀切，不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吗？所以说，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正在悄然展开。而且看样子，这次的变革力度可能比改革开放初期还要大。只不过，当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，而这一次却是要从全球化倒退回去搞内循环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一切发生的时间节点也太敏感了。全球经济风险加剧，大国博弈日趋白热化。在这种时候选择闭关锁国，这不是在玩火吗？让我们再看看最新公布的一组数据。今年1月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.5%， 但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只有 3.7%。而且这还是在低基数效应下的数据。要知道，去年同期可是疫情刚结束，消费几乎是停滞的。说到内循环，最近这波免签政策看似是在对外开放，其实暴露了更大的问题。去年11月，中国突然对日本等9个国家开放30天免签，一下子把免签国家扩大到38个。这么大方是为什么？说白了就是缺钱啊，需要入境游客赚外汇啊。但问题远不止于此。
让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一组外贸数据。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全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不到 5%。而到了2025年1月，形势更加严峻。如果剔除新能源汽车这个特例，其他主要出口行业几乎全线下滑。这哪里是什么外贸稳中向好，分明就是在稳中向下。更糟糕的是制造业。根据最新的中国制造业 PMI 数据，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，1月份更是跌到 49.1， 创下近8个月新低。制造业都不行了，你拿什么支撑内循环？还有房地产市场，1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23%， 二手房成交面积更是暴跌 38%。 房地产这个 GDP 支柱产业都塌了，内循环靠什么撑？更让人担心的是就业市场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应届大学生人数将达1179万，创历史新高。但企业招聘需求却同比下降了 3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将有超过400万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。年轻人都失业了，谈什么内需，什么消费？说到消费，最近的一个细节让人心酸。据某券商调查，现在年轻人1个月的生活费中，医疗支出占比从2019年的 8% 上升到了现在的 21%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年轻人的钱都花在看病上了，哪还有钱去拉动内需？更要命的是，为了刺激内循环，政府开始强行给国货开路。最新的政府采购政策规定，国产品牌要享受 20% 的价格优惠。这看似在扶持民族企业，但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。为什么？我给大家算笔账。美国去年因为芯片禁运，已经让中国损失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业产值。现在搞内循环保护主义，人家肯定会继续加码制裁。到时候不光是芯片，连基础零件都买不到了，那可真是要了老命了。而且别忘了，现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关联。你说要扶持国货，可问题是，现在有多少企业能做到真正的国货？据工信部统计，就连号称自主可控的华为手机，其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也只有 37%。这种情况下搞内循环，不是自寻死路吗？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中国不是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吗？靠内循环难道不行吗？让我们用数据说话。先看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。2023年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降到了 33% 左右。表面上看，似乎是在向美国看齐，毕竟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 25%。但大家别忘了一个关键数据 ：GDP 人均值。美国人均 GDP 是 6.8 万美元，而中国才 1.2 万美元。你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学人家发达国家玩内循环，这不是自找苦吃吗？更关键的是收入分配问题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达 0.485， 远超警戒线 0.4。通俗点说，就是贫富差距太大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有4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，这样的消费能力，你指望他们来支撑内循环？再来看看企业的困境。2024年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4.6%， 创下近15年新低。而且别忘了，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——地方债务。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经突破90万亿元，相当于 GDP 的 75%。这个债务黑洞不解决，一切经济刺激政策都是空中楼阁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中芯国际最近的一个举动，他们把28纳米芯片的价格从2500美元砍到了1500美元，降幅高达 40%。很多人欢呼说这是打价格战，占领市场。
但大家想过没有，现在全球最先进的是3纳米芯片，台积电明年还要量产2纳米。你在28纳米这种落后技术上打价格战，不就是在自成失败吗？更讽刺的是政府补贴的问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3年各地方政府用于芯片产业的补贴超过5000亿元。结果呢，倒闭的芯片企业超过200家，完工的项目不到30%，这不是明摆着在烧钱吗？更让人担心的是未来的趋势。美国正在拉拢日本、韩国、台湾等国组建芯片联盟，把中国彻底排除在高科技产业链之外。到时候别说28纳米，连40纳米的芯片都要靠自己造，那可真是要倒退20年了。可能有人会说太悲观了，但数据是不会说谎的。2024年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 8%， 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。今年开年更惨，1月外资撤离速度同比加快了 52%。你把外资都赶跑了，内循环靠什么支撑？其实说白了，现在的内循环政策就像是在给一个重病人打强心针，可能短期内会出现好转，但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，迟早会出大问题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一旦内循环失败，想回头再融入全球市场可就难了。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，又不是大清朝。想学朝鲜那样闭关锁国，也不看看现在的国际形势允不允许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做到自给自足，这是经济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所以说，2025年这个内循环大转向，看似是为了自保，实际上很可能是在自掘坟墓。历史会记住这一年，就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，看似轰轰烈烈，实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。